哎，大家伙早喽！7月17号星期四，下大雨了。今天轻松跑，镜头上今天会有水。今天第4个训练日，明天休息。今天咱们回评论。第一位小伙伴问我拉伸的事儿，说：“哎，他听人家说跑完以后一定要拉伸，不拉伸肌肉越跑越僵。”这个事儿我是这么看的，拉伸这个事儿是个很个人的事情，我不认为有对的和错的很绝对的答案。但是我其实有一些经验，就比方说你跑完马拉松，跑完比赛，或者是跑完像我那天那35公里那种长距离，我个人的建议是不要做很主动的那种超限的拉伸，就过度拉肌肉，那样的话会造成更多的损伤，就真的，而且会有这个受伤的风险。个人建议，像那种大强度的训练比赛之后，如果你有条件就按摩，没有条件就是冷敷，这些也不要马上就泡热水澡、洗热水澡什么的。就我们的目的是让肌肉冷下来就好了。那你说像昨天那种强度课，我觉得你跑完以后轻微拉一拉没什么问题，但是其实我个人的做法是我是不拉伸的，因为我有过几次训练后拉伸受伤的经历。但是那个时候我现在回忆，就是我刚增加跑量到每天20公里，跑20公里以后拉伸完就突然就有疼痛，所以我一直坚持那个观点。而且你就是感受自己的身体嘛，我总说练得多了对身体的感觉就敏锐了，就是你马拉松赛后你会有那种感觉，就是你的身体告诉你不能再让肌肉伸长了。我的观点。然后说你不拉伸会不会肌肉越来越僵？反正我记得有一次会长回问题，也说他也不拉伸，但是他有专业的按摩。我觉得不至于，对，因人而异吧，有人就是习惯。就包括你看泡沫轴这东西也是，泡沫轴硬的那种，其实对小腿的压力挺大的。如果你就是坐在那儿那么去滚的话，我也不建议赛前1周去滚，你滚不好你可能就有轻微损伤就可疼了，这都是我有过教训的。那看看镜头有没有水，雨好大呀。镜头还好，就是它这个麦克风会糊住。就尽量吧，要是麦克风糊住，声音就会怪怪的，大家抱歉，因为我没法实时监听，我真的不知道。下一位小伙伴是一个讨论，是关于跑量和时长。那天我说跑量这个事儿，小伙伴说初跑者看时长比较好。其实他这是一个办法。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也不是看跑量，跟大家分享过，那时候在公司边上一健身房，因为那个时候的目的就是减肥，而且我对距离什么的没概念。还有一点是，就我这种性格的人，我其实不太认为跑步机就那个年代那些机器都能把距离记准。然后我就看我那热量消耗，到200千卡我就撤，差不多每次300多3公里多一点。到他们今天在巴特莱克，这大雨，所以初跑者看看时间也没问题。就是我今天就跑20分钟，比方说就跑到20分钟有劲儿我也停了，持之以恒。什么时候就可以开始看距离呢？我觉得反正我自己差不多是开始跑步3个月的时候，就第3个月我就能在跑步机上跑10公里了，就说明那时候其实我已经看距离了。后来到第4个月我就开始路跑了，路跑就能跑5公里了，一口气。
差不多就可以按照距离来定了。跑步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很多人说一开始看时间或者看什么，是为了让自己能爱上这个运动或者不厌倦，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但是呢，也有小伙伴说跑了2-3年，最后还是对它热爱不起来，这很正常，就不是所有人什么事情都能喜欢上的。就比方说，你看我，你让我去社交，去什么，我其实也能干，但是你说我会喜欢上它吗？我觉得可能大概率不会。下一个啊，第一个小伙伴说，我那天说2种不同的跑崩，我忘了是不是在会员节目里说，还是在普通节目里说累计多少跑量能解决第一种，因人而异吧，还是，但是其实大家应该都差不多。我觉得5-6千公里以上的累计的跑量，我觉得就差不太多了。因为我一开始跑步的时候练得不狠，我那时候可能前2年每个月也就是80到120，所以我大概是在2017年我才能够说平稳跑下一场马拉松，中间不会崩溃。那已经是我跑步3年的事儿了，那差不多就是6000多公里的样子。然后最近见观众们，我就回忆这些观众们聊天，有的第1年就有好成绩，就因为他从刚开始跑步到能够跑到200多甚至300公里1个月，用了3-4个月，然后这么一积累，他这第1年下来可能也有3-4千公里，而且他能做到这个，说明身体有一定的基础或者恢复能力比较好。然后另外一位小伙伴说功率，说为什么同样速度下我的功率比他低或者比他高，那很正常呀，你得看功率和体重的比。那体重越轻，同样的功率下，那肯定它前进它速度就快呀，对吧？就功率只是解决了做工和时间的问题的标准化，当然没有解决体重的标准化。那一下雨，我基本就在这条路跑了，这条路比较平，也没有太多水坑。而且我觉得功率这个事儿，怎么说呢？我现在来看，我觉得还需要再挖掘和进步。你功率大家就看一个数就好了，不用太去在意它。跑来跑去，我还是觉得你的训练还是要围绕配速，因为你最后的比赛的目标是你要跑到一个配速，这个最直接。功率是另外一个指标，就是你看那时候我拿 Stride 去训练，我也是看配速，训练中不看功率。但是功率干嘛用呢？功率看的是帮我去预测比赛成绩，因为它能确定你能输出多大，这是它的优势。然后就是我的最大心率，这些年有没有什么变化我不知道啊，因为我就测过一次最大心率，那个大约是在2021年，那时候测出来是189。其实是这样的，小伙伴们，就是像最大心率、最大摄氧量这些东西，它不是一测就准的。我还是那个观点，就是你能测出来的这个数值是，要么是你在测试中达到了，就比方说你举例，我测试你能举起多重的东西，你举起来了，那就是这么多。你下一个重量举不起来了，那这就是你最大的，对吧？但是像让肺活量，这个应该是可以测准的，因为它是一个物理的指标，你就吸进去那么多气，然后你吹出来了，对吧？但是其他的，比方说你看最大摄氧量是个什么东西，就是你单位时间内能吸收的氧气的量。那这个东西其实和你当时的跟你测试的时候的身体状态也有一定的关系。
像这些东西，包括最大心率也是，很多人去实验室测最大心率，包括我那次，也不是我真的跑到了189，我那次测到的是189，而是说他通过估算，通过我的表现估算算出来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有误差的。所以为什么我总说测 LTR 测乳酸阈值是更准确的呢？因为你大多数时候你的身体状态下，让你跑一个乳酸阈值不会差太多上下，因为它不是一个极限的东西。那最大心率这个，我觉得这几年的变化对我来说，就我自己的数没有明显的参考意义。那天我的场地5000米跑到了193，那就说明之前那189，要不然是我变了，要不然就是它不对。但是其实不太可能是我变了，因为我比那时候还过了四年，而且是走下坡路的4年开始。因为那时候我差不多，你看4年前我36岁、35岁，现在我40岁，马上就，那肯定这时候最大心率是比那时候低的。对不对？你要科学点说，最大心率就是随着年龄上涨下降，过了多大年纪每长1岁下降1下。但是我个人认为，运动和长期的这种运动是可以让最大心率的下降放缓的。个人观点不一定科学，这就是自己去顶吧。你顶到那个程度了。你就会觉得，就像有的小伙伴那天发弹幕，我看了特别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就说看我，别看快40了，那心肺和小伙子似的，就看我的场地赛。那我听了肯定很开心，而且这也是我希望通过训练达到的。雨又大了。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的拍摄，我现在的所有的这种拍摄，你们看到的都是 Insta360的 Go3S， 然后用的是自由比例录像，回去用电脑的 Insta360的那个 Studio 那个软件去处理，这都是默认设置，没有特殊的东西。但是我确实我的垂直振幅和我的核心的稳定性，我个人认为不错，所以拍出来会相对的稳一些，而且我是越跨越会稳一些。至于怎么能拍这么长时间，是因为我有2个相机，然后还有一个外挂的电池。最多的时候一场比赛我能拍1个半小时的素材，2个相机加1个电池。但是现在这俩相机用了就是高强度用了1年以后，电量就最大电量是有损失的，差不多现在单个摄像头最多也就拍20多分钟了，差不多就是这样。至于这些数据层什么的，我觉得隔行如隔山吧，虽然是用软件，但是不好说。对，不是诚心不交给问问题的小伙伴，因为您问的那个问题我就没法回答您了。你问我说数据是怎么拍上去的，那这就像这跨度太大了，真的，我确实没法解答您。您要是问我说这数据怎么能在某某软件里能够简单对齐，有什么拍摄技巧？那天有一小伙给我发了个邮件，这种我能回答您，因为大概在一个纬度上。行吧，训练后再说，相机也快没电了。7月17号星期4清晨7点07，晨跑结束，15公里，最后一个训练日，轻松跑收尾。下周就是那个富士山5合目的资格赛，就是为了明年登顶的准备，所以要调整一下身体状态。今天跟大家谈了谈大家讨论的问题和评论。不出意外，其实每个最后一天都是这样，但是因为我们加入了周末的直播呀什么的，还有我在视频里我就会回复，所以有的时候就整理的少，就会错过去。
行，那这么着，不跟大家多说了，雨还在下，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